大家好，欢迎来到呆萌彩频道。这一期我们要讲述的是一则惊心动魄的 FBI 抓捕丝绸之路暗网帝国幕后主脑的故事。2013年10月1日下午3点15分，在旧金山格伦公园图书馆的科幻小说区，一个平静的午后被彻底撕碎。两名特工突然在书架间上演了一场激烈的情侣吵架戏码，尖叫声成功吸引了旁边一位阳光青年的注意力，而他就是罗斯·乌布里希特，也就是暗网黑市丝绸之路的幕后主脑。就在他回头的那一瞬间，另一名特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地扑上前，一把抢走他的笔记本电脑。数十名伪装成读者的探员蜂拥而上，死死按住这位当时年仅29岁、代号为海盗王罗伯茨的通缉犯。最关键的时刻来了，一名特工飞速插入特制 U 盘，冻结屏幕，电脑画面定格在管理员登录丝绸之路网站的界面。这个 FBI 追踪2年多的暗网毒品帝国，总交易额高达 1.2 亿美元的黑市，在这一刻瞬间崩塌。那么一位英籍童子军物理学硕士的模范青年是如何成为 FBI 的头号通缉犯？他的丝绸之路是如何模仿暗黑亚马逊的模式，售卖毒品、假证和黑客工具，并铸就地下自由市场的神话呢？更为震撼的是，在判处双重的终身监禁后，2025年1月21日，特朗普总统竟然兑现承诺，对他全盘赦免。为什么一个无政府主义英雄能够逆转命运？从抓捕现场切入，本系列呢将揭开丝绸之路暗网帝国的完整故事。大家别走开，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您觉得罗斯·乌布里希特是罪犯还是自由斗士？订阅我们的频道，解锁全系列。好了，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罗斯从英籍学霸到暗网先知的历程，这也和 DPR 的哲学起源呢密切相关。罗斯威廉·乌布里希特1984年3月27日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他的人生轨迹原本是精英式的，他轻松获得仅有 4% 童子军能拿到的英级军衔。他并非街头混混，而是货真价实的学霸。他在德克萨斯州大学达拉斯分校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随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攻读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而真正改变他命运的是哲学，他深深迷恋上自由意志主义，特别是奥地利经济学派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思想。他梦想建立一个零政府干预的乌托邦。2009年的金融危机呢，让他彻底失望于传统体系。他拒绝了奴隶式的精英工作，转而投身有机农业和自由市场实验。在加州呢，他甚至创办了二手书公司，试验着他的无政府资本主义的核心宣言：政府无权干涉个人选择，包括你决定放进自己身体的东西。他2010年在 LinkedIn 上更新的那段话，成为了丝绸之路的哲学宣言：我正在打造一个经济模拟体，让人们亲身体验在一个没有系统性力量的世界里生活。然而讽刺的是，他梦想中的无政府乐园最终让他自封为海盗王罗伯茨，成为了一个微型黑暗帝国的绝对君主和执法者。那么丝绸之路是如何发展成为加密货币与暗黑亚马逊的结合体呢？丝绸之路在2011年1月悄然上线，是罗斯自学编程一手打造的黑市购物网站。它的成功呢，建立在2大颠覆性的技术支柱之上。第一条呢，就是 Tor 浏览器。
也就是洋葱路由器，它能够提供层层加密的匿名网络通道，让交易者的真实身份和地理位置几乎无法追踪。第二点技术支柱呢，就是比特币 Bitcoin， 中北聪的去中心化数字货币，其匿名性和不受监管的特性完美解决了非法交易的支付难题。罗斯的创新呢，就在于他将现代电子商务的信任和便利引入了混乱的非法交易世界，创造了真正的暗黑亚马逊。它呢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呢，第三方托管系统 Escrow， 平台作为中介，买家付款后，比特币由平台保管，直到确认收货才放款给卖家，这解决了黑市中最核心的信任问题。第二点呢，是信誉和评价系统。卖家或者商品评价系统和客户论坛通过声誉机制来筛选优质卖家，大大降低了欺诈风险。罗斯呢是平台的第一个供应商，他自学种植，卖出了第一批产品，而配送方式呢就是普通的邮政服务，利用了当时国际小包裹极少被拦截的漏洞。2011年6月1日，科技媒体 Gawker 发表了一篇题为在这个地下网站你能买到任何想要的违禁品的文章，如同炸弹般引爆了互联网。丝绸之路的用户呢雪崩式的增长，主要商品是非法药物、假证件和黑客工具。罗斯收取 1% 至 7% 的佣金。根据证据呢，最高收取佣金比例高达 10% 左右，用比特币结算，确保匿名。丝绸之路的崛起呢，直接将比特币推向了大众视野，成为暗网的黄金标准。那么短短2年内的网站的交易额就迅速的飙升。根据 FBI 披露的数据，丝绸之路总销售额超过950万枚比特币，逮捕时呢价值约为 1.2 亿美元，佣金总额超过60万枚比特币，逮捕时呢价值约为8000万美元。罗斯乌布利特西呢建立了一个真正的黑暗王国。那随着恐怖海盗罗伯茨的崛起呢，他也从理想家发展为暗网的独裁者。随着丝绸之路的爆炸性增长呢，罗斯乌布里希特从一个自由主义理想家迅速蜕变成为一个拥有巨额财富和绝对权力的暗网独裁者。他选用了恐怖海盗罗伯茨Dread Pirate Roberts DPR 的这个化名，源自呢电影《公主新娘》中那个可以代代相传的神秘头衔，暗示着他的帝国将永存不朽。罗斯还在博客上宣扬，丝绸之路证明了自由市场能让人们自愿交易，不需要政府插手。但是当他的收入在2012年初突破10万美元时，他深知单靠一个人已经无法支撑这个快速膨胀的地下亚马逊。于是呢 DPR 开始组建他的帝国军团，这不是简单的招聘，而是权力与信任的考验。他通过论坛匿名帖子呢筛选人才，考察他们对安全软件和系统隔离技术的理解。最终呢，他锁定了4位关键盟友。第一位呢是 SYG 也就是系统管理员，也是首位后端安全专家，建议将服务器呢从 Ubuntu 切换到 FreeBSD 以提升隔离性。然而 SYG 的金钱动机暴露，因为沉迷于自家项目虚报公示，导致网站宕机呢近1周。这次教训呢让罗斯警醒，在暗网呢金钱诱惑远比自由理想更强大。第二位呢是 Yurta， 也是一位务实的开发者，他负责重写网站代码。他虽然按时交付而且专业，但罗斯的日记吐槽他纯为钱而来，没有半点对自由市场的激情。第三位呢是 Digital Alchemy， 也是行政助理。他是从元老级论坛版主转正，负责消息回复、纠纷仲裁、防骗和社区管理等左膀右臂式的工作。
罗斯狂赞他呢超级热情、勤奋好学，迅速成为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第4位呢是 Verity Jones， 也是非正式导师啊。VJ 是罗斯的幕后智囊团，他不仅在技术上指出安全漏洞，优化服务器，更在运营方面展现出鬼才，比如创建丝路聊天室、信用工会等等。VG 呢为罗斯构建了全面的防火墙，比如制定法律保护伞、编造掩护故事，甚至物色继任者。这套逃生指南呢，目的呢在于应对执法偷袭或罗斯人间蒸发时，能够迅速交棒、销毁证据，甚至重建帝国。然而呢，这套精心设计的天衣无缝的防御体系呢，最终也没有能够阻止 FBI 的天罗地网。罗斯被捕后呢，他的继任者虽然重启了 Silk Road 2， 但也仅坚持了大约1年，便被执法部门再次破获。DPR 的帝国呢，终究只是昙花一现。好了，感谢收看本期节目，请记得点赞、订阅、关注并转发，开启小铃铛。下一期呢，我们将讲述联邦政府的腐败双面特工以及暗网帝国的坍塌和抓捕行动。